这一斗的传说任务应该都做了吧？不知道谁跟我说这个动作很像奥特曼，然后我去看了一眼泰罗，哦吼，完犊子，回不去了。哈哈，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新魂啊，是干啥硬核肥宅啊！感谢一切小伙伴们的舰长和充电支持，也感谢每位3连关注手腕，祝各位早日暴富。那么稀奇的就是让我们直接开始。本段内容有一斗传说任务剧透，如果还没游玩不想被剧透的，请跳转到该处时间点。一斗传说任务中的童话故事出自上世纪的日本童话《哭泣的赤鬼》，同样也是说想与人类交朋友的赤鬼一直被人疏远，于是好朋友轻鬼提议由他去捣乱，然后赤鬼将他赶走。就这样，赤鬼和人类成为了朋友，而轻鬼留下了信件便离开了。故事以看到信后哭泣的赤鬼作为结尾，不过在一斗的故事中，这个故事迎来了更好的结局。五郎的一技能可以让 NPC 鼓掌，但是一斗的牛肉不行。你是在看不起我一斗的牛肉吗？不过一斗的牛肉可以触发井盖，还是双人重量的那种。一斗身上有这样2根皮带，这里有个可能的设计来源。一斗的日配西川贵教曾在一首 MV 里面全身穿着这样的皮带套装，还在推特上发了一张自己和一斗的对比图。哇，这肌肉线条太绝了！我们放陈哥回的刀子狗和其他狗狗差不多，不过唯一的差距就是别的狗只会逃跑，而它能弹反一切伤害，不管是近战远程法术的，主动被动动不动的都能弹反。虽然弹反了伤害，但武器和角色的效果也能作用在它身上，比如香菱2秒内爆效果啊，妈的啊！在盗溪城走了这么多遍，竟然还有很多人不知道乌有亭其实是可以进去的，可能因为没有图标，加上没有剧情需要，所以忽视了吧。这个是给萌新玩家的，在蒙德的纪念品商店可以购买之前版本错过的蒙德活动道具，其他国家活动的当前 2.3 版本暂时没有发现，这个前瞻直播就说过，但看很多人还是不知道，就来提醒一下。如果对你有用，麻烦发一句多谢新闻哥啦。咱知道在海边沙滩和雪地上行走会留下脚印，对比沙滩上的脚印，雪山上的脚印会消失得更慢，应该说很慢。原神里面一本叫《千年孤独》的书，不管是书名还是开篇内容格式，都捏下了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作品《百年孤独》。沐浴龙血的剑，这武器的故事说一个勇者屠龙之后沐浴龙血，身上被龙血洗到过的地方都刀枪不入。不过他是背着剑沐浴龙血的，所以整个后背都是弱点。这个故事应该出自11世纪德国叙事诗《尼伯龙根之歌》里面一名叫齐格飞的英雄故事。齐格飞也是斩杀巨龙沐浴龙血，刀枪不入，但沐浴龙血的时候被一片叶子挡在了身上一块区域，因此被人抓住弱点杀害。蒙德侧门外有一个小男孩阿瑟尔在看着一把插在地上的剑，认为拔出来就能发生不得了的事情。这个捏他亚瑟王与石中剑的故事，不过要让他失望了。这把剑不过是铁匠学徒舒斯的练手作品，随手给插外面了。斗气城下面有2个小孩在聊天，其中男孩子会问：海的对面会有什么呢？这里可能是捏下进击的巨人里艾伦和阿尔敏的对话，因为锁国离家年龄小，小男孩也没出海，小女孩就自称出过海，并在炫耀她的见闻。但从他说离月开始，咱就知道这完全不靠谱了，好吧？这倒是和海贼王里吹牛王乌索普有着一拼。不对呀，乌索普吹的牛好像都成真了。斗气的日常委托，众人祈祷中第一印象是众人折寿中，来自东方敏感少女折寿不是少女祈祷中。一般是加载的时候会出现这句话，因为祈祷看着像折寿2字，所以就流传出了少女折寿中的梗。高达梗，斗气的铭记止水流门派，流派名称来自机动战士季高达，而剑道师土门的名字 Domen 也与高达剧主角 Domen 卡修相同。斗气冒险家小尾古古生的名字来自古古彻和苍月生，古古彻成为高达系列配音，苍月生是他用过的马甲名，他一直重复的那句新人冒险家总是在重复同样的错误，也出自机动战士 Z 高达。9条街的池田总次郎念叨着高达中下来的名言：就是太过年轻，才会犯下各种错误啊。前段时间优拉复刻，又冒吃一堆拿放大镜玩游戏的告诉我说，优拉平 A 贝手的时候会脸红呀，你害羞了，让我看看。我们知道新的雪山剧情中有真假阿贝多，开场的时候就看到假的阿贝多离开了，但当时我们并不知道这个是假的。不过在 NPC 被占用无法进入剧情的时候来观察，其实能看到这个阿贝多脖子上没有印记，的确是假的。这波细节做的妈绝了！赠送的守护之翼上有2个图案，分别是哥哥和妹妹的武器图案，大概和名字一样，象征着来自彼此的守护吧。加上这句希望能与你一起飞翔，哇，真的直戳我内心。陈歌湖里有个壁外叫做银半之客，可以在上面放邀约结局的照片，怀念过去的美好时光。而且仔细看这些照片会发现一个规律，邀约任务在哪个国家，爷身上的元素也是对应国家的元素，入乡随俗了，属于是。行修代继承念的诗句：一格著文章，自言学雕虫，出自刘禹锡的《送僧方集南叶柳员外》，而另一句偷得浮生半日闲，
出自李涉的《提赫林四声色》。咱都知道，这金鱼草是长在水边的，然而在5万坡下面有个全提瓦特离水最远的金鱼草，突破极限了，属于是妈的绝了。生物志值得铭记的强敌中，只有2个神的眷属风魔龙和惹陀龙王的眼睛有特效动画，公子女士北方都是完全静态的图片，在这神的眷属特权吗？同样都是 BOSS， 为啥就你们俩这么灿烂？武器的图标界面，其他双手剑都是剑刃朝下，剑柄在上，只有咸猪海皇的图标是剑刃在上，剑柄在下。他嘴里是的确叼着珠子的，而且咸猪海皇是活着有意识的，只是太无敌，让自己身体假死成为武器，并约定未来要跟使用者比试一场。这个故事主旨可能见他刃牙里面的郭海皇也拥有很强大的力量，可以操控身体假死，和永次郎约定100年后较量一番。不知道你们注意过没有，漂浮灵的喷射攻击其实从局部喷射，真是又恶心又恶心。恭喜这个怪龙登我最讨厌生物排行榜榜首。风魔龙的名字特瓦林，字面上可以解释为沉睡者、沉眠者，呼应了特瓦林与杜林战斗后的沉睡，主要来源于古北欧语的沉睡一词。而在北欧神话中，世界树上有4只雄鹿，达因、特瓦林、杜涅尔、杜拉索尔，他们咬住了世界树的树叶。有人认为4只鹿咬住树叶诞生了河流的源头，也有认为咬住树叶是控制了4个方向的风。鉴于特瓦林4风守护的身份，大概是参考了控制4风的理解。不过碍于篇幅限制，特瓦林的故事后续可能会放在我的新系列里面详细讲述。在这里预告一下，之后会将以前做过或者搜集到的零散冷知识热词通通整理起来，按照一个专题去做成单期的系统性科普，还会与各类大佬互相合作考据，做成原神的视频百科系列，大家可以期待一下，给空空点波关注。成就梗突出，突然邀约成就，说还是不说，这是个问题。这句出自莎士比亚的《哈姆雷特》，To be or not to be, that is a question。迪欧娜邀约成就，但是代价是出自魔兽的 CG。但是孤单，代价是什么呢？北斗邀约成就，孤云阁买家俱乐部，出自电影《达拉斯买家俱乐部》。天降正义，一般只从天上下来的高能打击，比如对地导弹之类的。在手腕先锋中，法老之音开始来到时会大喊天降正义。飞跃水疗馆，出自电影《飞跃疯人院》。国王刺客，出自游戏《巫师2国王刺客》。喂，有人吗？可能捏出来星期一的小说《喂出来》是一部值得反思的短篇科幻小说，还是小学的课文？全靠我们自己，大概率是出自国际歌的歌词。呆虾户，空耳是逮虾户，是法语，意思是即视感。最有名的是现在播放的这首飙车曲子，出自头文字 D， 也因为其中的飙车片段变成了飙车必备的 BGM， 只不过在原神里面是开船。好的，那么以上就没什么正片内容了。不知道这期视频的内容大家喜欢吗？麻烦动动手指给点评价吧。既然都看到这里了，也麻烦点点关注，关注小宇宙可能系列 UP， 也可以把视频转发给喜欢小伙伴，让他们长长奇怪知识。最后感谢你陪伴的时间，期待下一期更好的相见。